美丽，这是阿嬷的黄梨塔秘方。你爸是郑家的独子，本来这个秘方应该传给郑家的媳妇，可惜你妈走得早，幸好你这个孙女有做黄梨塔的天分，秘方就交给你了。谢谢阿嬷，我会世世代代传下去的。记住了，秘方只能传给媳妇，不准卖给外人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死去的阿公喜欢吃醋，不准我做给其他男人吃。我会好好守着这个秘方的。一有我爸的消息就告诉我。谢谢你啊，大师兄。姐姐，你干嘛？爸昨天一整天都不见人影，晚上也没有回来睡。刚才大师兄还告诉我，爸昨天根本没有去教泰拳，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。哎呀，他又不是第一次闹失踪。可是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。哎，你不觉得他这几天都怪怪的吗？他那时候闹自杀之后，就对我特别的好，还说什么支持我的梦想，还要煮东西给我吃嘞。我的梦想基金好像也多了几千块，不知道是不是爸放的。还有啊，都不知道他哪里找来这些钱。姐姐，他那时候 upload 的 video 好像是在留言。不要乱说话。爸，做什么？哎，不会了，真是的。对不起啊。你们来这里干嘛？我爸呢？他又不是我老爸，我怎么知道？马上离开。喂，你不说，我就报警，说这里有人打地下拳。给我说，你更没用的，去泰国打地下拳了。是你叫他去的？他自己说缺钱，要自己去的。我跟他说那里是真实擂台，他坚持要去搏一搏。如果你们要救他的话，拿20万去赎了，要不然连神仙都救不了他。上次我不应该不相信你的，对不起啊。还在生我的气啊？20万那么多。虽然大师兄说他会帮忙，不过我真的很担心我爸随时都可能没命。还有20万那么多钱，我到底要去哪里找？你不要这么担心，昂哥的身手那么好，我相信不会有事的。你不明白，那是生死擂台，那边的拳手都不是闹着玩的。万一我爸被打到受重伤，还是半身不遂，那该怎么办？他上次就是去泰国打地下拳，结果受了内伤，回来调养了很久都还没好。
放心，钱的事包在我身上。喂，光明啊，有没有你爸的消息啊？我还是找不到他，已经2天了，我真的很担心他。我已经筹到1/3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把钱筹齐的。对不起啊，拖你下水。没事，有消息我马上联络你。拜拜。小七，听说你到处向人借钱，你有问题为什么没来找我？说实话，我是真的想过要找你，可是，你不想欠我人情。是我欠你，而且一辈子也还不清。让我帮你吧。Mr. Wong， 真的不好意思啊，真的没有办法才跟你开口的。谢谢你的10万了，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还给你的。好，知道了。小七，小七，你姐呢？他一早就跟文浩哥去泰国啦，早就应该去找他啦。一直说不想欠人家人情，啊，可是不找他，找谁？他还听到我姐宣用钱，就借了我们20万。江总，我先过去。这些人要的只是钱，伯父不会有事的。我爸呢？他们说这场拳赛的赌注过于庞大，一定要等梅三香打完才肯放人。小七。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再打地下拳了吗？你怎么跑来了？带你回家啊！我们走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赢这场比赛，那我才可以赢得10万块。你疯了！你随时会没命的。抱歉你太多了，是爸对不起你，这是我能够补偿的。哎，你欠我什么啊？爸，我们走吧。你不要管我，你忘了吗？1年前你就是因为我才搞到自己失身的。失身？我没有啊，我们走吧，爸。伯父，小七并没有失身，他只是捐骨髓给我。你的债是我妈还的。他说的是真的。我回去再解释给你听。我们走吧。快走吧。爸，这里。 你们先走，走，走。爸，你没事吧？小心！
走，快点，快跑！是不是很痛啊？当然痛啊，但是为了你，这点痛算不了什么。你啊，一声不响就跟姜文浩来泰国，不怕有之处啊？没办法啊，我急着救我爸，对不起啊。我知道你不想要欠他人情，所以20万呢，我已经帮你筹到了。回到新加坡把钱还给人家。谢谢你。Mr. Chiang, we'll be leaving now. If there's anything further, you can call me. Thank you, Doctor. How's my father? Don't worry. It's nothing serious. He'll be fine. Thank you. 江总，梅小姐和她父亲的事已经解决，我们可以回新加坡了。绝对不能让这件事情传出去。我知道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没事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傻？如果姜文浩不说出来，你是不是打算要瞒了一辈子啊？什么事啊？去年我来泰国打地下拳，小西为了帮我还债，把骨髓捐给了姜文浩。这就是你替姜文浩手术的秘密。爸，对不起，害你担心了。不关你的事。如果当初我不坚持来泰国打地下拳，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情了。小希，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好爸爸，一直拖累这个家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爸，我知道这几年你都很辛苦，我没有觉得你是个不好的爸爸。对我还有妹妹来说，你已经是最好的爸爸了。对不起，谢谢你。我的秘方不见了！怎么会不见啊？是不是被偷了？说，谁偷了我的秘方？我们是对你的秘方有兴趣，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你收在哪里，怎么偷啊？是啊，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秘方收在哪里？除了阿明、阿辉，还有米娜，
还有小溪。小溪，你和那个姜文浩很熟，你也知道我的秘方藏在哪里，是不是你把秘方卖给了他？没有啊，嘟嘟妈。嘟嘟妈，你会不会搞错了？小溪不是这样的人。是啊，小溪为人正直，不会是他啊。我相信小溪。你不是说米娜也知道秘方放在哪里吗？为什么你都没有怀疑过她？哎，今天早上我看到一批家具搬到叔爸的家，他不是说没有钱吗？怎么现在会有钱买新的家具呢？这皮婆，你不要乱说。我亲眼看到的，我没乱说。开门啊！开门 ！Hello. Please come in. Wow. These are all my new furniture. This sofa is imported from Italy. 新的，是开始新的。你怎么会有钱买这么多家具啊？我的秘方不见了，是不是你偷的啊？嘟嘟妈，我没有把秘方的事告诉婶婶，她是不可能知道秘方收在哪里。那他怎么突然间会那么有钱？其实我老婆之前遇到了骗子，钱全部被骗光了。现在警方抓到了骗子，已经拿回部分的钱。这些家具都是他分期付款买的。Why you tell them？ 现在到底哪一句是真，哪一句是假的？哎呀，他们一定还有别的事情瞒着我们喽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你们够了，你们每一个都有嫌疑，谁不知道你们都想得到嘟嘟妈的秘方啊？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律师，想办法把商标拿回来。光明说的对，只有证明阿嬷黄金塔的商标是属于你的，比赛资格跟奖金才不会被取消。哎，走。真的相信我没有偷秘方？不会这么做的，因为你知道秘方对嘟嘟妈有多么的重要。还有，刚才他只是一时心急，不是真心怀疑你的，别放在心上。其实，我有拿过嘟嘟妈的秘方。哎，回来啦！哎，你要干嘛？拿这些去晒呀。哎呀，我帮你吧。真的啊？嗯。哎，这个我帮你拿进去。OK。可以吗？我没有把秘方的事说出来，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知道小小裸照的事。对不起。你放心，我明白。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的就是，你已经把秘方放回去了，姜文浩是怎么拿到手的？不知道。其实，小小的事也是文浩帮忙解决的。那天我们要去找孙子贵，刚好碰到了文浩，是文浩报了警，孙子贵才会被逮捕的。他还跟我说，如果他愿意把秘方卖给我，我向你保证，会给他一个很好的价钱。我拒绝了他，我也把秘方放回去了。我相信你。
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要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承担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处理的。进来。江总，对不起。找我什么事啊？小希是我的女朋友，她的事我会负责。这个还给你，谢谢你。还有，那个秘方是谁卖给你的？无可奉告。阿嬷黄金塔是我跟我阿嬷想出来的。据我所知，嘟嘟妈卖黄梨塔，一没有档口，二没有招牌，更加没有使用过“阿嬷黄金塔”这5个字。又有谁可以证明这个商标是属于你们的呢？阿嬷黄金塔，江中集团已经注册，任何公司或个人都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商标来卖黄梨塔。我们公司也对阿嬷黄金塔做出了发展计划。你不止偷了我们的秘方，还有商标，就连黄梨塔的图案都是抄袭我们的。看你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，没想到会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。专利权这种东西，谁先注册就归谁，就算闹到法庭上，我们也不会让步的。那好，我们在法庭上见吧。你别忘了，那个人的秘方是偷来的，那等于你买了这一张，那也是犯法的。这些都是你假设性的想法，就算是真的，我们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用正当的方式购买到秘方。我不怕你告。再说，秘方本身是没有专利权的。你说的没错啊。秘方是没有专利权的，但是商标就不一样了。如果我们可以证明是我们先使用的，我们就有拥有权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啊，对了，不只是商标我不会让步，对小希的感情也一样，我志在必得。我告诉你。小希是不会喜欢你的，别痴心妄想了。妹，出来吃饭啦！哇，这样多菜，过年咩？一家人难得一起吃饭吧，顺便庆祝我重新出发。你以为你在选 MP 啊？讲这么多，爸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会继续教拳，同时也会找几份兼职来做。你不打算顶回拳馆？我也想啊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我存了一笔钱，本来是想用来顶回拳馆的，虽然不够，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师兄的爸爸商量，剩下的就用分期付款还给他们。不用了。我们欠的已经很多了，顶拳馆的事以后再说吧。哎，不过如果姐姐跟文浩哥说一声，他肯定会借我们钱的。我跟人家非亲非故，我不想欠他人情。是啊，你跟人家很熟啊，开口闭口文浩我哥。我没有叫他未来姐夫已经不错了，他身上啊可是流着姐姐的血。你真的是越说越远了，你姐姐心里面啊有喜欢的人了。那我就说说我自己的事喽。什么事啊？就有一个好消息。嗯？什么好消息啊？我有越来越多的 sponsor。sponsor 是什么 ？sponsorship 吗？哦，当然好啊。希望你的收入会越来越高，越来越稳定。如果我们3个人收入都稳定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申请 BTO 了。
哇，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。这好吃。好喝，很香。哎，好啦。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吃错东西？小心啊，小心！小小，小小，爸！谢谢你啊，护士。你觉得怎样啊？孩子是谁的？我问你，孩子是谁的？不知道。孩子的爸是谁都不知道？是不是那个男的不想负责？什么不想负责？一定要他负责。你要他怎么负责？他还在念书都没有钱。孩子的爸是不是周刷？开门！爸，冷静点，有话好好说。臭小子！爸，快点开门啊！昂哥。爸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孩子是你的？喂，臭小子，你现在是不是不想认账啊？哈！哎，有话慢慢说啊。冷静一点吧。那你要负责了。沙姨，我没有说我不要负责任啊。小小，我们结婚吧。你神经病啊！我才20岁，我干嘛跟你结婚？你不想结婚？难道你要做单亲妈妈？我不同意。小小，请你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当一位好爸爸、好老公。我答应你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已经决定好了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我也不需要你负责，我自己可以负责。小小，小小，小小，你让他冷静一下吧。我来吧。谢谢你来看嘟嘟妈。等一下，如果你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就不说了。米娜，你的保温瓶，我下次再还给你。嘟嘟嘛，怎么样？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你说呢？明知道蜜蜂给蒋文浩偷走了，可是我什么都不能做。哎，好啦，反正就别想了。秘方不见了，你还是可以继续做黄梨塔的，又不是忘记怎么做。哦，我记得了，那天那个姓姜的不是找你吗？是不是你自己把秘方卖给他了？阿嬷，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谈你的黄梨塔。我们集团希望可以购买它的秘方。
原来我的秘方啊这么值钱呐！我们集团是非常有诚意，想把你的黄梨塔发扬光大，让更多人可以吃到。如果你对这个合约满意的话，可以在这里签字。来，我有说过要签约吗？是价钱的问题吗？你出的价钱很吸引人，换成是别人一定会心动。不过我的秘方是我阿嬷传下来的无价之宝，再多钱我也不会卖的。那到底谁才是贼？会不会是他？哦，对哦，他上次不是说要跟你一起做生意的吗？他还找人偷你的秘方。我问你，我的秘方是不是你偷的？你一直对我那么好，还要跟我合作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秘方藏在哪里？是，我是有想过要偷，不过最后我还是把秘方放回相框里了。着火那天，我看你那么紧张你老公的照片，晚上睡觉还要紧抱着他不放。谁知道我放回去之后，又被没有用拿走了。可是没想到那张秘方竟然是假的，所以真正的小偷不是我们哦。哦，原来我的假秘方是 K 没有用拿走啦。不如报警吧，只有找到小偷，才能证明姜文浩的秘方是偷来的。那这些都是医生给你的 supplement， 一定要定时吃啊。还有啊，要好好休息，知道吗？我休息干嘛？我都没有要生。你刚才没有听医生说吗？堕胎是很伤身的啊。如果我把 baby 生下来，我才伤脑筋好不好？妹妹，卓说他是 baby 的爸爸，你一定要跟他好好商量。我跟他没你们一定要帮我抓到那个小偷啊！我们会跟进的。嘟嘟妈，原来是你呀！我对你真的是很失望了。原来秘方是你偷的，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我早就猜到了。你怎么可以偷嘟嘟妈的秘方？那张纸像她生命一样重要。你真让我太失望了。你到底有没有想过我们的 baby？ 因为你，我们的 baby 要在牢里出事，一辈子让人家看不起，说他是小偷的孩子啊！你满意啊？你怎么起来啦？是不是我吵到你啦？怎么啦？我不想坐牢。
我不想在牢里面生孩子。你为什么会在牢里生孩子？多多妈的秘方是我偷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是为了救爸。我虽然讨厌他，可是他还是我爸爸。我也怕你筹不到钱。姐姐，对不起。找我？可以让我进去吗？嘟嘟妈。秘方是我偷的，是我把秘方卖给姜文浩的，对不起。真的是你呀？为什么？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我是为了救我爸，他到泰国打地下拳，我为了筹钱替他赎身。只好偷你的秘方卖给姜文浩，对不起。我不相信，之前你说过没有把秘方卖给姜文浩的。我对你真的是很失望。本来我想把秘方传给你的，我真的是看走眼了。嘟嘟妈，我真的很对不起。不可能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你冷静点，别那么激动。你明明说把秘方放回去的，为什么突然说是你拿的？你是不是知道是谁偷的？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？秘方是我拿的，我为了救我爸，没办法，才跟姜文浩换了20万。你是不是有苦衷啊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如果有问题，你就跟我说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，一起克服，我会帮你的。我说了，秘方是我偷的，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。
我只求你帮我一件事，你能不能替我跟嘟嘟妈求情，让她相安？你不肯说，又是因为姜文浩。我知道你对我很失望，嘟嘟妈应该不会赞成我们两个在一起。我们分手吧。什么事啊？你还好吧？我看到新闻了。对不起，你是为了救我爸才把秘密说出来。记者都喜欢夸大来报道，你不用太在意。江夫人一定很生气吧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这件事情集团会处理，你不用担心。这几天可能会有记者来找你，尽量不要再做采访。秘方的事，小小已经跟我说了，是他主动把秘方卖给你的。你不要误会，就算没有秘方，我还是会先救伯父的。可是小小要把秘方卖给我，为了集团的利益，我不可能会拒绝。你为什么要瞒我？因为我不想节外生枝。当时时间紧迫，最重要的还是先救伯父。小希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对你是认真的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你。可是面对集团的压力，我真的很为难。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。走在钢丝上，一步步试着寻找平衡，每一步是勇气，还是种信任？眼前的一幕幕浮浮沉沉，一不留神随时踏上悔恨。我也不
想承认，不愿让所有的付出都给白白牺牲。都想期待着愈合，通往幸福的门，不为谁预等在等。